各位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对频道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还好吗？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分析一下，从宇宙的视角看一下我们之间关系的真相或真实是什么。好，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通过大众占卜来帮大家看这个情感连结，因为在上一个阶段啊，上个月份当中有很多重要的星象，那宇宙给我们传来了很多关于蜕变、改变和个人整理方面的信息。今天呢，接着一个4月初的能量点，那也包括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金星啊、月亮等等都移动到了金牛这样的一个好的位置。很多朋友在4月开始会打开我们整个年度的情感大门，也开始会在这个季度当中迈向我们情感的第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会借助最近的一个能量，帮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在意的感情、在意的人跟他之间的连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连结。通过宇宙的一个视角来分析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我们需要看到的课题和一些真实的信息能量是什么样的，希望也可以帮助到前来这一则影片的朋友们。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那在我们正式的选牌开始之前，我们今天也会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帮大家进入一个简短的冥想，会花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跟 Star C 一起来通过这个声音的方式来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或进入这个冥想的波动，然后我们可以去清理一下我们当下的心情环境，我们的磁场，也包括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和对齐一下我们的脉轮。如果时间比较紧赶的朋友，可以直接进入选牌和读牌的环节。好，大家呢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或者说在安全的情况之下，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来通过震动的方式连接宇宙给予我们的声音。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个声音开始感受我们个人的存在，感受我们目前的呼吸，以及我们目前身体各个部位的状态。不管我们当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当中，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深呼吸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心轮，我们整个身体的正中央。好，让我们一起来做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再深深的吐出来，一起做3次。让我们一起来放松我们的身体，在安全的状况之下，大家可以闭上双眼。我们感受从头顶开始，渐渐的将能量向下放缓，沉淀下来。让我们放松我们的头顶，放松我们的脖颈，放松我们的双肩，我们的后背，我们的脊椎，让这个能量轻轻的向下沉，到我们的腰椎，我们的双腿，到我们的膝盖，我们的双脚。
当我们静静地沉淀我们的能量之后，我们的身体开始趋于一种简单的平静和平缓。再次调整我们的呼吸，开始感受我们跟大地的连结，以及我们的各个脉轮。首先，我们一起来感受，在我们的双脚下方，在我们跟大地有连接的地方，开始缓缓的聚集我们的能量。它是一个正在不断扩大的圆形，我们感受它以逆时针的能量场，正在不断通过我们的呼吸，我们对于身体的感受扩大，向外延伸。由此，让我们开始通过这一个能量来点亮和温暖我们的各个脉轮。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个能量缓缓上升到我们骨盆周围的位置，进入我们的海底轮。缓缓向上，到我们的脐轮，到我们的太阳轮，到我们的心轮，让我们感受心轮的位置充满能量的震动。我们再次让能量向上，到我们的喉轮，到我们的三眼轮，直到我们的顶轮。有顶轮，我们可以感受到跟宇宙的连接，我们可以感受到宇宙给予我们的能量，同时我们的能量也会在顶轮开出花朵来，能量也会像磁场、磁极一样重新向下，并在我们的脉轮当中再次向上，形成一个循环。让我们摊开双臂来感受我们能量场的长度，感受它的直径，感受我们能量生生不息的存在。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清澈的，我们是被爱着的。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舒缓，做一个清理净化，也做一个简短的疗愈。好的，那大家呢，当下可以睁开双眼，让我们带着这股能量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选牌。好，一样啊，在我们的眼前有3只眼睛，3只第三眼 OK。 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大家首先可以根据卡牌的位置或它释放的一些能量，或者是你的眼缘来进行选择。那从左到右分别是1、2、3，3副卡牌 OK。 如果对于选择还有一些疑虑的朋友，可以根据下方的天然石来进行对照和选择。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参照的天然石是粉色水晶碎片。好，它很像是一座小山，粉色水晶。我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的天然石是橙白色天然石碎片，这一样是一座小山啊。好，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的天然石是红绿宝石碎片，这是我们的第3座小山。好，哪一副组牌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的呢？哪一副组牌又是跟大家最有连结的呢？如果你有多个对象想要去连结和测验一下，也可以选择多副组牌，或者说跟着一个连结，您会感应到2副组牌左右的能量。有可能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啊 ，General Reading， 能量会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所以都可以点开来听取一下当中的信息，去读取属于您的部分啊，摘取属于您的部分。好，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抽牌和读牌吧。好，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粉色水晶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选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分析的呢，是通过宇宙的视角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段关系的真实真相是什么。这个真相有可能是关于我们的课题，关于我们的成长，以及我们这个关系内在的一些真相等等，会传递给大家，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那首先呢，我们会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指引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我们也会进入一个验证环节，来看一下大家这段关系是什么样的，进而我们会帮大家再来分析一下这段关系的真相等等，好吗？ OK， 大家选到了粉色水晶石，我们首先看一下这张指引牌给我们的能量是什么，讯息是什么。我们抽到的是43号，这是一套法语的神谕卡，当中的信息是关于奉献、给予和惊奇啊 ，surprise 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关系里边啊，这个星星上边有藤蔓，有伤口，有滴下来鲜血，但同时它也在点亮你们的心轮，在帮助你们去做一个真实的蜕变。我觉得其实在这段关系里边会有一种爱与痛的荆棘当中挣扎的艰难和美好这种美好有可能在很多朋友当中，我觉得第一副牌里边涉及到一种真爱关系，也涉及到一种束缚，涉及到你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有可能处在一个蜕变期，或者说觉醒时期。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关系里边总有一方要给对方更多，也就是这个关系它其实代表了一种救赎，也代表了有可能当你们在遇见这个人的时候，对方或你处在了一个低谷时期，所以说你们有可能在帮助对方，或者说再去进行一种能量方面的给予和修复，甚至是你们会去在这个关系里边感受到有很多是救赎式的、付出式的一种无我的状态，
因此在这个关系当中，如果一旦掺杂了很多小我的课题，比如说你对待我是如何的，我给予你的东西有没有回馈，你们有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内心在膨胀，比如说这颗星星在变大，那周围的这个藤蔓有可能会把你们的心脏勒得更紧，因此也会涉及到一种伤害和被伤害的话题。我觉得啊，这个牌里边的朋友，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有可能经历了比较丰富的一些层次，比如说你们经历过成长，你们在关系当中有可能去学会了跟这个人如何去打交道，如何去帮助和理解一个人啊，如何去接纳对方给予我们的一种回赠和回馈。还有一些朋友，其实这也考验了我们在爱当中一种无我的、奉献的，或者说一种大爱的话题。紧接着啊，如果我们在这个感情关系当中涉及到大爱的话，一定有伤害。没有伤害，我们无法让自己放开来我们的体谅。所以宇宙在告诉大家，因为这边有一颗第三眼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要打开你们的三眼轮，如果你们要打开自己的见闻觉知啊，因为只有这张牌当中有这一个画面，这个关系是一定会帮助你的，甚至是在你特定的一个时间段，有可能必须要觉醒的时间段，会介入这个关系当中啊，让你们有一种无法全身而退的感觉。但其实你们从来都不是不自由的，你们不是要被伤害和被束缚的。我看到宇宙在支持你们做任何的决定和任何的变化，但首先你们非常需要疗愈你们的心轮。从这种疗愈当中，你们可以找到前世的自己，或者说那个光的啊、天使的频率的，或者说高维层面的你的高我。一些朋友，我觉得在这个关系里边要考验你们，有可能你们要去经历一些过山车的转折。你们在这个关系里边其实是很惊奇的遇见了这个人，或这个人也是在机缘巧合下凑巧的遇见我们，这代表了你们两个人会成为彼此的课，也成为彼此的一个镜子。我觉得你们在 double 对方，就是如果你再拿出一个对方成倍的一个态度对待他的话，他就会来 double 你，就是说成倍的，或者说来反射你的一些能量。所以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我觉得它会有两面性，一面是走到大好的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可以打开我们自己去爱，但要花时间，也要花很多心力去突破我们三维层面小我的课题。但如果往另外一方面走，它会变成一个非爱即恨的关系。所以我们在选择什么？我觉得其实这个牌的朋友，你的灵魂已经告诉你想去觉醒，所以有的时候觉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经历暗夜，经历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也会经历一些成长。最后我们可以是感恩的，也可以是去感谢的。但是如果你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你没有流血，你们真正的这个觉醒其实是通过你们的痛来铸就的。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其实在这一世的经历当中，它只是一世的经历。更多的朋友让我感受到，其实你们在这个关系里边有非常复杂和深刻的这种前世就累积的一些因果的关系，所以这有可能并不是当下这一世我们遇见对方就铸就的，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因果的循环在里边，有三生三世的一些连结，或者说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你们当下非常需要去经历的旅途，就是你们的灵魂和灵性，甚至在遇见他之前，你有可能在内心当中会在显化这个人你期待这样的一个旅途，哪怕它有点痛，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期待的是痛就是我们有可能会有那种很 drama 的电影、电视剧当中、小说当中的情节，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无事生非闲来无事，我们要来去给生活添加色彩，而是其实在第一副牌的朋友里边，你们在前世你们在今生所经历的感情，基本上都是一种课题。好，进而我们抽一下牌，帮大家做一个验证，好吧？我们看一下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种连接状态，好吗？这也是真实的第一步我们首先来揭晓一下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连接。第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 Seven of Pentacles 金币7号，第二张是 Two of Pentacles 金币2号的逆位。好，我们继续看一下你们的连接是什么样的。这边是 Six of Cups， 再抽2张Queen of Cups， 圣杯的皇后， Princess of Swords， 宝剑公主，
好，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首先这套牌很美，然后我感受到的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是什么样的连结？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都是那种光的频率和能量很强的人，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感受能力啊，或者说感知能力。你们其实在，我认为在潜意识或你们两个人其实会有很强烈的一种精神的共振和连结。比如说你们曾经是前世伴侣、灵魂伴侣或灵魂的家人。有些朋友，你们在这个关系里边，在体现出来的一种连结是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或者说你们肯把这个爱情放在，比如说我们不得不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等等，你们可以让自己更加耐心，因为我觉得在你们的关系里边，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它掺杂着、添加着一层救赎的因素，或者救赎的这个因子在里面。因此有可能你们在前期啊，就是刚认识的时候，想要去快速发展这段关系，但是往往你们会因为对方的一个频率，你们会静静的走，慢慢的停下脚步，来看一下你们内心当中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关系它不是真正来伤害你的，不管是这个关系当中有没有三角恋情的这个元素等等，它其实给你们所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互相的支持、鼓励和一种灵魂上的丰收和丰沛啊。比如说有人支持我，我的内心当中是充满希望的啊，因为有这个人存在，你们有可能会觉得我并非孤单的，或者说我可以往我理想的方向去再跃进一步，比如说迈向我理想的人生，实现我的目标等等。我觉得你们之间的爱有的时候体现的稍微有点佛系，还有就是有可能一些朋友他是你的一个前任，你来看这个关系的原因，就是有可能在心里边会经历过爱与痛的挣扎，没有放下，或者说这个人他本身就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我觉得这个印象对待你们来讲，如果你们已经拔掉了内心当中的一些刺，你们已经经历过了一个疗愈的课题和过程，其实这个人他在跟你的这个关系和世界当中所体现和呈现出来的，也是一种自我疗愈过后光的一种发散啊。比如说我经历过了之前的一个纠结的虐恋啊，这个人也让我去等待、徘徊和学习了。有可能你们会突然发现，其实你们的关系确实不用非爱即恨啊。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关系当中有过这样的一些因素。紧接着我看到一些朋友啊，这个关系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灵魂伴侣和家人的状态。你们两个人啊，不管是 Twin Flame 还是说 Soul Mate 灵魂伴侣，还是双生火焰，还是说他是你当下正在去很感兴趣想要去连接，或者说他是让你瞩目或心中会有一种他有一种光，我心中无法去忘记他的这种连接。无论如何，你们的连接其实是真实的，宇宙在看到这个连接，同时在告诉你，这个连接不来源于你单纯的妄想，它不来源于你单纯的关注或一种情怀，它其实是一种互相的。我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人在内心里边都会有这种会有点依赖对方的感觉，还有就是有对方在我的生命好像有一部分是可以被肯定的，因此会被赋予更加深刻的意义。紧接着我觉得你们其实在内心当中还是非常注目对方、关注对方的。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人他来到你的世界一阵子了，有可能数年，有可能你们的关系就是很多朋友我觉得就不上不下，或者说你们确定了关系，那你们两个人的相处交流等等，其实是趋于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双向来讲都会去珍视这个感情，同时也不会让这个感情碰撞出过多的这种比如说恨啊，或者说激情啊，或者占有欲的火花。其实我看到在这个关系当中，很多朋友你们其实经历过那个战火纷飞的阶段啊，有可能你们也经历过，比如这个人他互相啊，应该相互的啊，相互有可能都会有一种明争暗斗，或者说并不是特别就是说诚实的一个局面，这个曾经是有过的。但是我看到那个局面其实已经随着你们的 ego 你们的小我的一个战胜而过去了，宇宙在肯定你们之间就是这个纯洁的感情，所以你们基本上会放下你们的兵刃，并且通过时间的考验，你们会真正的去看到你们可信的愿意相信的美好的一面。我感觉到在这个关系当中有一方曾经无条件的去帮助和支持过，表达过自己，给另外一方很多的能量，所以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也会有一种随着时间而深化而回馈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这边我们看到啊，抽的神谕卡这个38号是 step by step 啊，如果翻译一下的话，就一步一步来嘛。我感觉其实啊，这个人他从这个能量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你打开你未来世界的一把钥匙。
他是要跟你去找钥匙的人。比如说我们在解谜游戏啊、通关游戏，还有就是你们之间充满了疗愈，充满了灵性，充满了彼此去认知和肯定的部分。还有他是你的这种灵魂伴侣能量蛮强的，因为这个牌里边也有这个 butterfly， 还有就是dragonfly 啊，蜻蜓蝴蝶的一个能量。我看到在这个爱情以上，你们会发现更多美的有意义的事物啊，在这个人的眼中，你也会发现他眼中有意义的事物。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当中，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发展故事的这个进阶等等，中间一定要通过一种漫长等待的过程，或者说你们曾经为这个关系种过种子，比如这个人是我很在乎，或他也蛮在乎我的，但你们之间好像就要比如说花时间给对方，让对方去忙自己的事情啊、事业等等，还有就是你们两个人在关系当中也曾经停滞和僵持过。不过我觉得在未来这些局面有可能它面临着一种新的进阶，也就是说它会被突破，被理所应当的随着你们的成长，你们会去看破和看透一些问题，不再去纠结一些小我的需求。不管小我和内心小孩是不是在哭闹的，我认为其实你们也正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旅途去疗愈自己，是不是我内心当中的所需、所想和所缺乏的，在这个关系当中去引动了跟对方之间的一个摩擦，或者说它打开了我曾经缺乏的一个部分，让我认知到了这一点。有可能是连接到确实你们的内心小孩，或者说你们之前啊儿时或之前比较青春的时候的一些感情状态。不过我认为这个人是你可以打心里去依赖他，也可以去肯定他，然后对方他也是一样的一个能量在回馈给你。我觉得你们不管是相隔多远啊，都会给彼此留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是祝福式的。还有就是有意义啊，有意义的一个符号。我认为你们有可能在彼此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时间介入过这个成长，这种介入正向的来讲就是帮助，或者说是我的一个贵人，或者说对方肯定我曾经是我的灵魂恋人陪伴过我。那如果是逆向的话，有可能也会引发出一些火花，就刚刚我们所说的这种争执啊、矛盾啊、误解等等。不过我觉得这些在当下这个连结里边所体现的就是都过去了。我认为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断联的话，会有相互想要去联络的信号，会有一种你们会放下之前的恩仇，然后你们会看到对方身上可贵的，还有就是可感恩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还是一样，对方在他的潜意识里边，在他阴性能量当中，因为我们看到是水的卡牌啊，对，他在内心里边其实是留有一个关于你的位置，你的一些喜好，你们之间曾经的一些经历，还有就是你们之间的一些转折，包括你们人生当中的一些新的选择，他会把这个一并的有可能掺杂了一些情绪，掺杂了一些就是重要的一些人生记忆等等，这些碎片在他的心轮当中，在他的心脏里边，好吧，好，这个连接我们看完了，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关系它的这个真实是什么？我们有可能没有看到，有可能我们早就感受到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真实。首先 Magician in reverse 逆位的魔术师牌。好，我们继续来抽一下，看一下这个关系的真实。Six of Pentacles 金币6号的正位。Chariot 战车牌。Two of Cups 圣杯的2号。关系的真实。好，我们继续洗一下。这张牌又飞出来 ，Eight of Wands。这边我们看到了有这个 King of Chalices、King of Cups 在牌里。首先，我觉得在这个关系里边很明显的我能感觉到你们有可能在一个不对的时间、错的时间，或者说当下的那个我，或者是对方你或他有可能是错的自己，比如说还幼稚、还不成熟、还无法去把控什么的时候遇见了对方，或你们的关系当中有一个这样的能量，比如说阳性能量，对方是男生，他处在一个比较低迷的时期，遇见了这个关系当中的你，你们之间曾经去产生过一些纠结，比如说会计较谁给的多一点，你们会去在意在这个关系当中到底
谁要去给，谁要去接收。这关系里边其实也有可能存在一个还债方，存在着一个讨债方的关系啊，就是业力当中的债务关系。anyways， 我觉得在感情里边，其实你们的关系是要通过这种无条件的给予，或者说长期你有可能会背离自己在感情或3D 世界当中的一些世界观。比如说感情里是应该平衡的，或者说我们作为感情当中的一个情感接收方，我们需要对方去给予，我们需要去吸收，我们需要去获得。我觉得这个人他在通过他的一些方式打破你的天平当中的之前的一种平衡。比如说你有可能在意识和思维上会有一些局限，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情感关系啊，不管是两性关系还是同性关系，我们在情感里边总会有阴阳强弱的一方，或者说你们会去在意在感情关系里的某一种形式，它有可能在挑战你之前的一些认知。真正的你们关系当中的真实是你们其实是灵魂伴侣或 twin flame， 你们是要一起向前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顺的缘分，或者说他用顺境的方式来打动你，我们就讲啊，用灵魂伴侣的方式来打动你嘛，我来陪伴你，我来爱你，我无条件的去呵护你。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当下的环境，或者说我们大环境啊，外界世界处在了一个逆向的缘分比较多，有可能我们就会遇见一些逆向的刺激方式，比如他在跟你予取予求，比如说他会让你觉得你在关系里边是紧绷的，或者说你们的关系曾经存在一些三角关系的抉择，你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我认为其实在你们的天平当中，最后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而且你们的杯子，你们的天平两端啊，如果里边有这个承载着一些要衡量的东西的话，其实都是满的。也就是你们对于彼此的爱，我觉得是相等的，而且是有回馈的，但它必须要去积累到一个对的时间，或者说积累到一个你们在这个灵性的突破，在感情的视野的突破到了一定的位置的时候，宇宙要给你们赞许啊，就是你有可能会觉得我不知不觉的跟这个人走到一起，甚至是被绑定，或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牵涉的比较深啊，在这个缘分当中，我想看到未来，或者说我想受到赞同等等，这是你们潜意识当中所去感受到的，因为他是你的灵魂伴侣，他甚至也是你的整个的灵魂的一部分啊。比如说你是一个神啊，你分散自己的灵魂啊，在很多的空间，你变成了很多的一个形态，它有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你的一部分。因此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一部分人其实他是你的天作之合，他是你的正缘，或他是你的爱人，但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一样，你们需要一个自我觉醒的时间段。宇宙看到你们关系的真相是你们是一对，还有就是你们会在一个相对来讲合适的时间和时机，真正的去将你们的感情真正的倾诉、表达和连接起来。这个时间已经不远了，其实宇宙也在帮助你们去促成这个关系，但是之前我认为你们本身的能量，比如说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能量的阀门，能量的一个 button 啊，我们要有一个按钮，我们要打开它才可以。比如说我们经常要去调整我们的脉轮呐，疗愈我们的身心灵，有可能这都是我们要去启动我们的一个先决条件，然后一个步骤等等。但我觉得之前的你有可能也无法去承载一个，其实这个感情它说是完美的感情吗？我认为它是一个美的感情，一个爱的感情，所以有可能之前的你也无法去承担这些。比如说我在感情当中最原始的我一开始在感情里边，我最想要的就是一个爱我的人，或者说我想要一个正缘，我希望对方对我诚实，我希望我们的感情关系是在世俗当中体面的、得体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啊。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些想法，但我觉得这个人他在打破你的想法的同时，其实也曾经耗费过你的能量。我觉得宇宙在告诉你啊，其实你的这个耗费不是无意义的，也不是说还完了就 OK 啊。其实这个人他在他的这个比如说本我里边啊，他在他最清澈的一层里边，就是这个最真实的他，是有一个真爱在你身上的。我认为其实你们的关系里边一开始有可能都会有一些现实衡量的因素，比如说对方的条件、外形、对方的状态，他是不是我喜爱的。但是其实这个关系是这样的，越沉越久，你们经历的越多，哪怕有的时候是矛盾，我认为你们去提炼提纯出这个真爱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强。我觉得宇宙在赞许你们，还有就是没有什么条件，不管你们在三维世界什么身份、什么背景、地位，还说有年龄的差异、有家庭的差异，其实
如果你们只是单纯的灵魂上相爱和连结的话，宇宙很赞许你们。还有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可能会有一些好的信号和信息会给到彼此啊，比如说一些好消息，比如说你们真正的跨越了一个时期啊，开始完成了一个蜕变的时候，你们会去 update 给对方，或者说你们自然而然的会产生一种重新连接的一个状态。有一些朋友如果就是说要去衡量和定位的话，我认为这个人他其实算是你的真爱关系啊，就是你在这一世当中可以遇见的真爱。这张牌飞出来了，就是 Ace of Pentacles，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爱关系一定要花时间去铸就它。因为你们的这个感情的积累里边是有前世的一种纯爱能量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会很天然的感知到它。紧接着我觉得在这关系里边有可能会有一种强弱的对比，力量的悬殊的对比，比如说有女强男弱，男强女弱，年下恋情啊，这种会出现。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其实你们都是可以去成就的，都可以变好，都可以有一定的成功，有一定的成长，只不过频率不一样罢了。我觉得你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宇宙在帮助你们，给你们时间去释怀和解答。具体的一些时间点，我看到一些朋友啊，在今年下半年当中啊，尤其从7月开始到10月之间，我认为这个人他缓缓的向你走来，虽然速度很慢。我们这边看到 Two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啊，出现2次逆位的金币2号，有些人有可能要三角选择一下关系的选择，或我在现实里和我在感情里，我要进行一个平衡，我是选择面包牛奶还是选择感情等等。我认为其实这个人他内心当中也会有很多纠结，比如说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朋友可能异地恋情啊，他有可能会想，我是不是应该去选择一个在我身边，或者相对来说力量级啊，或者说文化背景、家庭背景相对来说都比较符合、贴合的对象等等。但是我觉得你们在精神上给予对方很多疗愈、安慰和满足，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最后也是一样啊。The High Priestess 他选择的依旧是真爱，不是在世俗当中合适他的人，或者说他一直被家族介绍的他在 dating 对象，我认为他其实会揭晓这个真实，他的灵魂，他的灵性，他的高我，他的小我都会了解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女祭司她背后的这个帘子被揭开了啊，这边也有一只猫头鹰，有成熟的果实，还有就是新月的能量。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他是想要去吐露心声的，哪怕时间晚一点，时间慢一点。其实在你们的关系里边，我觉得其实也涉及到一些关于自信心、自尊心的问题，或者说一方怕被对方抛弃和厌弃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关系里边，两个人都是非常有自尊心，或者说自尊自强这样的一个类型。但是其实在这个感情里边，我看到的更多是你们可以给予对方的一种真情、真的爱，或者说哪怕我们的心有被荆棘的花朵伤到，但是我们依旧在让自己绽放，而且绽放的星火更加的艳丽啊，更加夺目，更加美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蝴蝶要真正的破茧是要经历痛的。我们不知道有一些美的事物，比如说花朵开放，花朵是不是也在经历一个打开痛的过程？但我觉得这个感情其实起码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人的灵魂依赖你，他有点离不开你。还有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啊，如果当下还是一样牵涉到选择，牵涉到纠结，那在今年的我觉得是未来的4个月之后啊，3到4个月之后会逆转。你就一些事情会打通，或这个人他不会让自己在纠结和纠葛在一些小我层面的，或者说一些眼前的实际的问题啊、利益和条件，他会去选择接近自己的灵魂，看到他的可能性和看到真爱，他会选择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宇宙在告诉你这个关系的真实是什么。一样，我认为给到大家能量是真爱，但是去确定真爱真的是一眼定终身吗？有的时候不是的，有的时候是要花很久的时间去了解自己，了解对方，还有就是疗愈自我，疗愈对方，才能真正去肯定这个爱，它可以升级为我人生真爱，我人生挚爱。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是有这样的机会。有些朋友，如果你们之间有拉扯、有痛的话，在未来一个阶段，宇宙会把这个真实揭晓给你们，就是你们之前所
蒙着眼睛看不到的一些问题。我看到其实你们是有视野的，比如说现实里边产生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因为这边都是金币嘛，你们是有一定的视野的，但是比较局限，就是你有可能只看见未来的3个月、6个月、1年的事情。其实如果神给你开放了一个全知视野，比如说我们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在渐渐变成30度、45度、60度，你会渐渐的发现，其实这个关系它永远都不是相互束缚的、相互要求的，或者说相互去亏欠。哪怕有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情感以外，有可能在经济上也会去想给对方帮助，甚至也互相帮助的话，我认为这个人是会有回馈的。他会让你看到，我看到更远的时候，我会发现他在努力回馈我，或者他出现了良知这个良知来自于哪里？我认为是他灵魂的真相我们在这个时代比如说我们的冥王星有了换座，有了很大的突破等等，未来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内心的所需所求。从这个3D，从物质，从很浑浊混杂的一些物质的欲望当中，我们会看到内心中真实的需求。这个人也一样，不管他之前是什么视角的人，他都会看到其实跟你之间会有很真实的一个连结的存在。紧接着我觉得会快速的进入一种，你们会互相会意，你们会去解决之前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你们会很相对来说透明的来面对彼此。所以我看到这个关系的真实大概是如此，然后希望呢能够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这个关系里边我觉得做的蛮好，足够好。还有就是当下如果我们还可以多做一些什么，我认为在未来这个时间段，你们可以去更多的相信你们的感觉，肯定你们的感觉和认知，宇宙不会白白的让你们去浪费你们的能量，耗费你们的精力在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卡住了停不下来的往里边深陷，我觉得你们也会变得清澈起来，去了解到这个感情里边你们想要的是什么，甚至有可能只是想要的是你们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灵性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其实在这个宇宙里边，首先一定会有更高的维度我们突破了3维度，有更高的维度存在。还有就是我们的灵魂在爆发的时候我们一念爆发来到了这个娑婆世界，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元神，或者说我们众生本来就是佛嘛，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个起点和我们要回归的地方。当你们看到了这个地方，你们有可能更多的会放下一部分之前的纠结和欲望，不能说我们马上就离情区域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更远，可以放下一部分当下我们这个视角当中所牵绊我们的粘着我们的一些纠葛。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去化解和尽我们的所能去完成和完整一些事情用一个爱的方式、善的方式和美的方式进而我们再看一下关于预测方面，给大家也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人他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在这种关系当中。首先这边有一张 ship， 一张船，我看到在你们的关系里边未来一个阶段你们还是会经历各自的蜕变，有一些人在远行，或者说你们有可能要去经历人生当中的一个扬起风帆的新时期，在事业上，在你们的灵性生活上在你们的见闻觉知上会有一个新的开拓和开展。所以未来一个阶段继续去学，继续去感受。如果一些朋友在这个关系当中断联了，我认为这个断联的关系是存在复原和复苏的希望的。如果这是你们当下的伴侣，我认为你们的关系可以去我们看到这个船，又看到了一张锚 OK anchor。 所以说一些朋友在这个关系当中，你们会定下自己的港湾，也就是说一些人他会变成一个正缘关系，跟你承诺或者说肯定这个关系的一个状态。这边我们看到 bouquet 有花朵花束的能量。很多朋友我看到如果你和他当下是处在一个有点断联，或者他只是你一个前任有些朋友是来看这个，我觉得这个人他会悟到，就是不管早或晚，晚也可以，他会终究明白跟你之间关系的真实是什么，这个也是宇宙会传递给他的。当然了，如果按照你们是灵魂伴侣的这个能量同频共振来传递的话，你也会理解。当你理解的时候，他也理解的
这个时间差不多近了，也就是说会通过你们的阴性能量，比如说你们两个人会有一个集体的潜意识啊，两个人之间也会产生这个默契或心有灵犀嘛。当你去这样感知的话，对方会跟着你去感知。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之间会有一种暗中再去继续连接的一个能量，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个关系它会在暗中变成一种明朗啊，在未来的一个时间段。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他是你当下在交流、交往的、纠结的暧昧对象或拉扯对象的话，一样你们的关系存在着让这个关系变得清澈啊，能够真正的定下来的一个状态。那在未来一个时间段，我觉得你们可以让自己啊去还是一样去肯定和相信你们自己的爱，这个爱的发心是纯洁的，它就是纯洁的。我觉得你们不会让自己啊多去质疑，在这个时候你们往往会发现，其实你们在无意间已经种下了种子。我们在这边看到 Six of Pentacles 金币6号有一颗金币啊落在了土地里，这成为了一个金币7号。所以你们的给予，我认为它是一种播种，在你们的无意之中，你们的一个念头已经是一个种子了。我认为它是善和美的一个能量。在整体的一个状态里边，我又感觉到啊，一些朋友未来的下半年当中，你们在感情上会有很好的一些事件发生，你们会接收到告白，你们会接受到邀约，你们会见面，然后你们在感情里会有一种通顺的一个感觉啊，神清气爽。所以今年度其实也是你们可以去谈感情的好时间。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顺它自然啊，你们其实该做什么，目前在做什么，继续再做下去就可以了。我觉得在往你的路上奔驰而来的这个骑士还是公主啊，正在往你的世界走啊，一步一步走，所以应该是即将到来的一个感觉。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第一张啊，我们抽到的是26号 Resolving Conflict 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共情，有理解，有慈悲和爱的一个能量在这里，这是一个拯救的关系啊，彼此拯救的关系。那我们在这地方看到心轮相通，通过啊心轮的一个连接，有可能我们在疗愈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在给出能量啊，是有点耗费，但是我看到在这个关系当中，依旧是有可能对方需要你，他不想讲，有可能你需要他的时候，你也会用反过来我去给予他更多的方式，希望他给予你同样的回馈。比如说我内心当中我是需要被爱和肯定，我是需要专一和在感情里执着的，有可能你会投射出同样的东西。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要先看到对方身上的某一种伤痕和他的不足和不完整，有可能他现在不是这个 emotional available 的一个状态啊，有可能他现在很纠结沮丧，他有可能会为了很多现实生活的事情啊，是怀疑自己的，是想藏起来，有一半的隐士牌的能量。但我觉得这个牌当中，它也有一种疗愈，它也有一个 temperance 啊，一个节制牌的一个状态。我看到其实一些朋友，特别是阴性能量女生朋友，你们是对方世界的天使啊，你们是对方世界的大天使，所以你的光对于他来讲非常重要。因此我看到在未来这个阶段继续去做这个疗愈的课题，包括这个过程里边你们也可以通过去看到对方心灵的一些碎片来疗愈自己，让自己来变得完整。这个不是在吸收一种能量，而是通过一种共振，让你们的关系走向一个更高频率的状态。这个频率是由你们而生的，它的基础和来源在于一种共情理解，在于一种慈悲包容啊，但不是自我牺牲啊，我们这两个要分清一点。如果你们当下心轮比较累的话，我认为在未来这3个月之中吧，应该其实一个月到2个月就可以了。你们需要去肯定自己，还有就是如果未来有一些感情中的好消息要出现了，我们这个阶段应该用什么面貌来迎接它？我认为你可以让自己淡定淡然，还有继续可爱下去啊，因为第一副牌朋友很多你们是天使啊。好，第二张看一下宇宙的给我们的一个预测方面的 message， 我们抽到是 marriage 啊，我们抽到的是20号。You are attracting emotional fulfillment and unconditional love 你再去吸引一个情感中的丰盛和无条件的爱啊。好了，一些朋友啊，我们这边看到了两只杯子啊，再去庆祝啊，有可能是婚礼的庆祝等等。很多朋友我觉得啊，
你们会有好事将近的一个感觉啊。一些人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起码给予对方承诺，或你们在关系里面去明确跟对方未来发展的一个姿态是什么样的。很多朋友下半年当中会出现正缘和情感对象，对方是主动来跟你告白的，来疗愈你的，或者说他是打开心轮跟你沟通，真心实感的一个爱。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真正的经历过了一些奉献，一些纠结的阶段，但是你们也会发现一些旅途意外当中的 surprise 惊喜惊奇。这个人他是有条件给你惊喜的，或者说你的生命里边是有这样的一个环节是会出现惊喜的，不管啊跟这个人有没有关系。我认为你们个人在未来是非常容易进入一种快速的承诺，比如一些朋友闪电恋情、闪电成婚、闪电的结婚都会有。但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基础并不是一种鲁莽，并不是热血上头，而你们的能量其实处在了一个比较平稳的，甚至是就是脱离了一些欲望和基础的，比如说我对于一个人这种束缚控制的要求，你会发现在爱的这条旅途上，你可以走得更顺利。是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期待大家的好消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好消息就快来了，或者说这个对象，如果你们还连结中，你们还在给对方这个机会，你们在给这个感情一个空白，希望对方来填满的话，我认为这个人会来做填空题，再给他一点时间，好吧？他会领悟的。他会透彻的，好吧？好的，那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卡牌就分析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获得大家需要的讯息，也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感情上幸福美满，而在生活当中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结，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橙白色水晶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选到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呢是要透过宇宙的视角来看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真相和真实是什么。这个真相和真实有可能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当下这个关系所展现出来的真实面貌状态，以及它当中的一些意涵。那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二副牌的朋友们。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指引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大家选择了橙白色的天然石，偏向于我们的脐轮和心轮的颜色。我们看一下能量是什么样的25号我们看到的是 gratitude grace divine 我们看到是感激神的赠予神的恩惠和馈赠这样的一个能量。by the way， 这个牌卡当中的形象是一个和风日式的美人。好，在双手合十。我认为在这个关系里边，首先你们有可能在跟神灵去许愿，比如说我想去认识这样的一个对象，我想有这样的一个缘分，有可能他是你的指导灵和你的这个神灵包括你的祖先安排在你的人生当中的，有可能是在还你的愿望。还有一些朋友，你们在通过这个关系去打开你们和神你们和指导灵和你们祖先的一种连结，比如说你在觉醒，你在学会去显化祈愿，你在学会让自己去感恩的爱。所以这个关系里边也是一个包含了学习的课程，包含了重新看待自我看待爱这个问题的课程。很多朋友我看到在这个关系里边，其实你们是有可能对方也一样是感恩彼此的出现的，或者说对方是一个在重要的时间出现在你人生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个人，帮助你去看破了一些课题，度过了一些阶段，或者说他有真正的在帮助到你。我认为很多人对于大家来说，我不知道大家的感情关系和形态是什么样的，一会儿我们会抽牌来进行验证，但是我认为多多少少在这个关系里边其实是有一种恩惠，有一种福报，也有一种愿望成真的感觉。所以如果一些朋友他是你刚刚认识的对象的话，之前如果你许过愿，如果你希望跟他的就跟这样的人有所连结，或跟某一个对象有所发展，我认为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你的愿望会被 approve 你的愿望会被批准允许，或者说真正的推进。紧接着一些朋友，如果他已经过去了，我看到你们在这个关系当中其实学会了如何去爱和感恩，
你们再让自己变得更加丰盛。因为我们看到女神呢，她的身上开满了鲜花，代表一种丰盛，代表一种爱，一种成熟的美丽。所以我认为有可能当你们去更加接近了高频率的能量啊，更加接近了你们的指导灵啊，保护你们的神，你们会发现你们一直在被爱，而且你们其实打从内心里边有可能已经不再有缺失的部分了，开始变得更加的完整、觉醒以及自由。所以一些朋友其实你们是蛮古典的人啊，看到这个画风也一样啊。这是一套法语的神谕卡，但它的画风让我感受到其实你们是古典型的，你们对于感情其实有非常虔诚的一种追求，还有就是你们的虔诚在被宇宙所肯定。你们在被宇宙真实的看见，还有就是你们是有福报的，在情感当中也是一样有福报的一群朋友，好吗？OK， 那我们看完了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卡牌，一定要开始验证一下啊，大家这个关系目前连接是什么样的。当然，哪怕连接没有通顺，没有很好，也一样，在这个关系里边，仿佛我们再去学如何去得到宇宙给我们真正的赠予，真正的恩惠等等啊，有可能并不是这个关系单纯的圆满，而是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的成长。那我们通过这个验证，首先来看一下第二个牌的朋友，你们这个连结是什么样的呢？ Four of Pentacles 啊，金币4号的正位。好，我们看一下啊，它有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啊，你的这个伴侣，OK， 你的交往对象或结婚对象啊。Five of Swords， 好，第二张是宝剑的5号了。好，我们继续再看一下这张牌是什么。掉出来2张，我们再重新抽一下。好，出现了 Nine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逆位的金币9号。我们再继续看一下你们的关系的发展连结状态怎么样。 Magician， 魔术师牌。我们再抽一张 Eight of Wands。 好，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的关系是复合型的，有可能在每个朋友身上体现的不一样。我们分关系的这个目前的状态来帮大家解读一下吧。首先呢，我感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处在这种稳定关系当中，但你们两个人现在有一点点的神离啊，不能说貌合神离，就是神离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你们在操心自己的问题，或你们在经历一些冷战，你们在经历经济上的一些冰河时期、冰冻时期，但无疑其实你们的关系啊，在透过了一个时间的这个卡顿，或者说一个时间的障碍之后，会有一种快速的提高进展和飞升，你们的问题其实是会被解决的。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经历过啊，比如说在稳定关系当中，你们有可能会经历过一些高高低低的部分，你们也曾经去猜疑过，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被周围的人所嫉妒，所谈论，或者说所评价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关系里边，很多朋友凸显的是它会让你进步，也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通过你们和外界的抗衡，比如说这个世界的人都跟我们有点敌对，或者说不赞许不认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其实这个关系的实质是让你们去打开你们的魔术师的能量，去创造种种奇迹，并且从现实条件当中的一些阻碍当中突破出来。所以我看到其实很多朋友通过这个关系，你们会发现自己有一种质变的质的飞跃和成长，就是我有可能会操持我的事业了，我有可能会持家了，我有可能在通过跟这个人互相的一个旅途，学会如何去平衡，如何去成熟的处理问题，快速的解决一些问题。进而我看到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当下处在了一些互相的猜忌，或者说你们处在了一些关系的停滞，比如说这个稳定关系停滞了，比如说对方甚至是你们在联络，但是有点消失或者说有点或好或坏的状态，我认为你们的关系其实是可修复的，因为他有可能也在通过这个时期去考验你们各自如何去面对你们的复杂的思想、外界的声音评判，还有就是你们应该如何去真正的肯定自己，来显化幸福的关系。
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如果你们的关系在纠结、在拉扯、矛盾、暧昧当中啊，多多少少都要面临一种停滞。哪怕稳定关系的朋友也会出现关系的停滞啊，我们也不可能王子公主永远幸福的在一起。你们其实在这个关系的停滞期，更多的是会获得能量的。原因在于这个停滞不是要给你们一些打击、折磨啊，或者说你们之前就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不得不要去承受这些，这个不是。很多朋友我感受到这是必经阶段，这个时候你们才能够真正去理解和掌握自己的能力，并且通过这些能力去解决无论是生活还是感情，甚至一些朋友是异地关系当中啊，对于未来前途的一些抉择、判定方面的一些问题。紧接着我看到这个关系其实跟金钱以及你们的个人事业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在这个关系里边，我看到有一些朋友，特别是偏向阴性能量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在经济和事业当中比较稳定成熟，甚至拥有自己的房产，拥有很稳定的一片生活状态。但是无疑你们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或者说你们在异地啊，在异国的关系当中啊，两个人的目标点不一样。但我看到其实在关系当中，你们看到的并非只是物质上我能不能和这个人一起去在一个空间啊，一个时空去生活下去，更多的时候你们要去找到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在你们自己的身上。还有一些朋友，如果当下还是一样，我们刚刚说到拉扯和暧昧了啊，卡住是固定的阶段，你们的关系是可以前进的，还是一样，你们现在在被测试，你们在被考验，考验的并不是虔不虔诚。有些朋友其实我觉得你们是很虔诚的人，因此宇宙会给予你们能量和能力去看到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快速的冲破这个阻碍，或者说看到这个关系当中的真实。比如说今天的占卜有可能给大家带来一部分真实的信息，让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和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之间的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和处理，而不是我们蒙上双眼就往前走，或者说通过我们单纯的情绪和外界的声音来评判这个人和这段关系。所以这个关系要不要往前去走，凭你们的感觉去定，你们可以说的算啊，要相信自己的这个能力。紧接着我觉得如果你搞不清楚对方的想法的话，对方他有可能要去解决他的一些问题，有可能是经济和财富上的，有可能他因为面子不会告诉你，但是我觉得他和你之间是有后文可言的，所以你们的关系其实是会在卡住之后突然出现一种冲出来的感觉，就是关系会突然的被理顺。紧接着我看到如果这个人跟你已经分开了啊，有了一段距离，已经很遥远，我觉得他有可能和你之间有一些未解的误会，或者当初是比较幼稚，处理问题稍显不成熟等等，有可能在这关系里边你们也曾经给予过对方很多美好的甜蜜的啊，互相给予这种美好的回忆，但是你们这个关系到最后却是一种冰封状态，让你们心中多少是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未解的事情放在这个地方，我认为不是不甘，而是你的心在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提着，或者说会有那么一点遗憾，或者说你在保留自己的态度来对待这段关系，你不希望自己受伤害，或者说因为我们怕受伤，我们提前退出这个关系了，留对方在原地不知所措等等啊，突然断掉或突然冷战，突然无后文的一些关系也会存在在这里。我看到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是存在一些转折的，一样在解决问题能力的方面，你们在提升，你们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些真实的转折。所以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的关系是可以有一些后文可言的。还有就是如果真的这个人他已经走得蛮远啊，只是我的一个前任我再看一下的话，那我觉得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在互相去感谢，不管那个时候对待对方是不是这个面貌啊，或者说状态呀，都有过一些不成熟。我们刚刚所讲的，你们都会觉得经历过那一场感情，经历过那些纠结和连结，你们获得了某一种能力去看清实相，解决问题，去迎向属于你们的人生。而且经过那一个时期，我认为不是低谷，但起码有点灰的时期，灰暗一点的时期，雾蒙蒙的时期，你们会在这当中觉醒出来，所以有可能他是你未觉醒的时候遇见的人，但是他让你学会了如何去感恩和了知神给予你的种种的福报和美满。
好吧，所以我们这边抽到的牌啊，有一张光的女神，我们看到她的头上有一条蛇，这是一种觉醒啊。我看到其实你的灵性之花在绽放，而且一旦开放，其实是很强烈，会很绚烂的，因为你有可能前世啊有一些修行上的根基啊，有一些基础，或者说你之前本来就是一个已经了悟了，或者说你在修行上，你在跟高频率的连接上是很通的一个人。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你们在通过这个情感的方式和旅程去感受到你的光，你会打开你的头顶轮，有可能你会去 channel 和连接到更多的信息。很多朋友我觉得啊，你们有可能也通过这个感情关系去修得了一些什么样的能力。我所谓的这个神通 anyways 任何的词都可以去形容，但是我看到你们起码在发光，还有就是你在让自己绽放。有可能那个时期你只是一个蓓蕾，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去看到你所拥有的这一片城池，但是我觉得经历过这一切，有可能你没有时间，或者说你还没有到那个时间去绽放给他看，但起码你的人生是迎向一个绽放，而这个是你的一个旅途啊。好，这个是关系连接的状态啊。也帮大家做一个验证，但这当中我们已经开始去分析一些关系的实相真相了。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关系真正的实质给我们什么？首先我们出现了一张 Five of Wands 权杖的5号啊，好，我们看一下这边有2张5号牌出现，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分析一下这个5的能量给我们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这个关系的真实是什么？我们继续抽牌。好，飞出来了。King of Cups in reverse 逆位的圣杯国王。好，你看一下。好，看一下这张牌是什么 ？Eight of Wands， 2张权杖的8号啊。OK。Queen of Wands 权杖的皇后。Knight of Cups 圣杯的骑士。不乏有一些朋友，我们看到2张权杖8号，你们的关系起源于这个激情关系，你们之间有可能是比较电光火石的，在一起非常快的一个关系，或者说你们之前分分合合啊，有的时候会突然的迅速的就是走到一起，因为这种吸引力。同时经历过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去重新的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啊，就是你会找到你的魅力的点，你会肯定自己，你也会在这个关系当中去跟对方学会如何去爱。有可能在这个关系开始之前，你们都未必经历过真实的真爱，或者说你们未必去打开自己的那个阀门，我们刚刚所说我们的心轮啊之类的，没有去打开我们那个 button 开关去接受这个爱。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样的？我认为他在帮你去通过一个就很像是从牌里边来讲，很像是年少激情，很像是年少而无知而无畏的那个阶段啊，就有点像青春叛逆期。通过那样的一个阶段，你发现了这个感情，你走向了这个感情，你点燃了自己，你看到了光，你看到了你世界当中真实的模样。还是一样，我觉得很多朋友他有可能伴随着你一些懵懂的时期，你的一些未觉醒时期到来，所以你们之间有可能曾经掺杂过一些误会、矛盾、多角关系啊，这个也有。还有一些朋友，其实在这个关系刚开始的初期，你们两方其实未必都能够真正的打开自己，有可能你们会带有原生的家庭、前边的恋情，或者说一些个性方面的没有去完全意识和整理好的部分来到这个感情里面，所以你们完全的活在自己的世界，并且接受了这种吸引力啊，跟对方连接的时候，你们会出现的是有可能会误会对方的想法，有可能会去误判周围的人对待这段关系的一些真实态度，甚至你们会跟着其他人的一些想法去想，你们会产生一些误会，或者说你们周围有一些嫉妒你们关系的人存在。
让你们之间产生过一些分离和分隔。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真正的真相并不是让我们在这些逆缘，或者说让我们很纠结的人事物里边去丧失我们自己，而是迅速的帮助我们找到自己和找到我们真实的爱。这个人就是我爱的，这个人他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爱和希望，什么是真正的平和。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呢，在进入关系之前或一个阶段里边，你们的频率相等，所以你们才会互相吸引啊。有可能你们都会有各自的一些没有突破的部分，但通过这个感情，我认为这个感情其实并不是突破它的最重要的要因和条件，我认为是时间到了，你们会真正的飞出之前的这种枷锁，你们会将自己之前许的愿望全部实现。还有一些朋友就这个关系也会让你们去找到你们的自信心和勇气，哪怕这个感情在最后是没有后文的，或者说它在一个阶段很剧烈的快速的就撞击出火花之后没有再进行了，但是你们在那之后往往真正的意识到了你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连接神灵，连接宇宙，去看待自己的成长，看待自己的美丽，看待自己的光芒，而收获到你们的人生真爱。因此呢，这个关系的实质是让你们去重新找回自己，真实的你们是发光的，真实的你们是没有就是在3D 世界当中，我们也都会有一些染污，因为我们在五浊世界嘛，我们也都会在去对抗一些负面的频率和人事物当中去修行啊，一个很大的道场里边去修行。但是我看到其实通过这个感情，你们会发现在人生当中，首先你们是值得被爱的，紧接着就是你真实的目光不会被混淆了那个焦点，你真正的一些想法，你真正的一些感受不会被其他的能量所混淆，所左右，或者说你不会被他们所引导，你会找到属于你独特的方式，拥有你独特的魅力，并且吸引到你真实的人生之爱到来。那这个人我认为他其实是一个起点呢，能够去帮助你，比如说划分你和外界的这个 boundary， 这个界限在哪里。紧接着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人之后，你蛮容易去收获到你的人生真爱，或者说收获到真正的契约关系，或者说长久的情感关系的。这个人他是不是啊，如果他和你之间现在处在一个刚刚认识接触的还在去了解的关系，一些朋友我认为是这样的，刚认识，但是有可能你们都会有一点试探和有一点警觉啊，对啊，这个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敢让自己走得特别快的，而这个关系它其实有的时候它存在了很多激情，所以你们其实也会去想要花一点时间去判断一下这个关系它到底在给我什么。我认为你们的关系是有后文可言，并且反而会走得越来越踏实，但是这当中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让你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些真实的问题，比如说物质的，比如说周围的亲朋好友的意见方面的，比如说你的自我的问题，还有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在通过这些外力的阻碍，或者说一些影响，一些波及在变得深厚的。所以这个关系不经历风雨，没有办法帮助你们去通关找到自己，也没有办法让你们去肯定自己与对方的连接。这就是我看到你们关系的这一层真实。很多时候我感觉到啊，宇宙正在去帮助你们，让你们去完全的有很多朋友你们的能量点现在还在打开中，就是正在loading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按下了这个start 啊，我们按下这个 start 的按钮，它正在去加载中，正在去同步到我们的世界里边。但是我看到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你们非常的需要让自己去看到有些事情它并不是通过快速和通过一些很明了的一个状态能够让我们去真正的成长和发现我们自己的，所以有可能有一些不随人愿的感觉。但其实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其实是未来面临着一种成熟的丰收，就到了一种成熟的年龄，你们自然而然就会丰收。如果一些朋友你们是处在一些我们刚刚所说的还是青春状态呀，甚至有的时候还有点青春躁动，往往无法去把握和拿捏好这个关系的度，因为其实它在考验你们两个人
真正能够沉淀稳定和你们现在发光，你们的频率状态。相反，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比较年轻，频率已经非常的高，这个其实是跟年龄没有区分，我们的心本身也没有什么年龄。但我觉得你们的关系的真实的一个能量的揭晓也即将浮现出来，而且是速度非常快的。我认为一部分朋友在未来1个月当中，这个关系会出现一个真正的变化和发展。还有一些朋友如果比较远，或你们的关系比较远，或者说当下你们还未连结状态的话，半年，今年的秋季啊，大约在10月左右，北半球的秋季啊，这个关系会明了，或者说会水落石出，尘埃落定。我认为你心中所想的这一个人，你跟他的连接其实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一样。一些朋友会去确定一下，他心中有我吗？我有没有多想？你们2个人其实都是这样，都会多想自己在对方的世界当中的重要性、位置，或者说到底有没有参与到这个感情的故事当中。我认为是有的，在 Starseed 的这个能量场当中所连接到的你们缺乏一种自信去肯定这个关系，但是其实你们早已足够优秀，有可能你们是比较讲事实的一群人。我们看到土象星座比较多一点，然后这边有偏向狮子的能量和水的能量，所以我看到其实在你的想法当中，有可能也会因为这种自信心和自尊心的问题，很怕跟对方去共同面对我们的真心、真情实感，或者说外界的一些肯定或不肯定的声音啊。我认为在这个关系当中，你们应该自信，因为这边有权杖的皇后，我们看到的是跟神的连接以及我们的光，所以你是有光的，你要感受和相信自己在这个光当中，可以跟对方真实的去互相的感受、理解和接纳对方真实的状态以及这一份爱。我认为这份爱有点沉甸甸的，还有就是它真的是需要一些能量和能力，因为这边有魔术师嘛，需要一些能量和能力去把握它，不然他就容易在某一个阶段迷失了，比如他不爱我，或者说他的家人朋友并不赞同我，或者说你们产生了一些工作中、金钱当中的纷争。我认为其实你们的关系其实是3D 事业当中很鲜亮的色彩，就是你们是真正在感情里边会去追求一个所以然，并且这个关系它会引导你们去看待一个正缘，或者说承诺，或者说它是要落定的，要水落石出的这个状态。你们没有办法让这个关系只变成一种精神上的连接，灵魂伴侣一样的连接。部分朋友有，但更多的你们在关系当中是求实的，所以这个关系其实是实在的关系，你们有可能必须要见面，你们必须要跟对方有所发展，或者说如果不行的话，我必须要一个答案以及 closure 一个结果，才能够让我在这个关系里边真正的去明了释怀，和真正的能够去给他一个定论，他是什么人，他是我的正缘还是什么。这个关系里边很多是业力关系，那还有一些个别的朋友，他是你的正缘，业力当中的正缘关系，比如说你这一世的固定伴侣有可能会出现。紧接着我觉得一些人他是你们的课，他是你们的就是在这个人生成熟的阶段要去经历过的一次旅途，但我觉得这个旅途也没有其他的意义，帮你去打开一个光的通道，帮你去了解到自己，也帮你去接收你的一些任务，理解我们个人的这个存在是什么样的，这样我觉得就可以了。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在这关系当中你们是会在意你们也会去坚持一些连接，甚至还是一样，一旦我们去沉到这个爱情就只是一个爱情的主题，容易非爱即恨，或者说我要么就是完美的，我要么就是非常不值得被爱，对方就非常排斥我而不喜爱我。其实我觉得关系里边不管有什么样的因素在影响你们，多少你们都要去战胜外界给你们的影响，并不是说我们给自己建设一个乌托邦我是最美的，我是最可爱的，对方就只是在爱我，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需要去肯定我们的能量和能力，而且拥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及勇气。智慧是什么？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些我们讲一个兵法呀、计谋或者说对于对方的一些揣测、连结、话术，都是一些术都是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更多的，你的这个智慧来源于你的灵魂，来源于你我们不再自私，不再自弃，
也不再自我烦扰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你的灵魂的一个能量。我觉得其实在这关系里边，你们最后会看到啊，如果你们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对方会给你一个良善的回馈，就是他的心目当中不管有没有什么无奈之类的，我认为他的心里倾向于你。还有就是你们的关系其实有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一个因素存在，其实你们是对方的另外一面啊。比如说你是阴性，对方是阳性，但其实这个牌当中，我觉得涉及到 Twin Flame 的朋友不多啊，有个别的有可能。但如果这个人他跟你大相径庭，性格、想法等等都是有冲突的不一样，也代表了他在帮你去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就一些朋友说他是一个渣男，或者说他是一个不真诚的人，他确实让我打开了我的见闻觉知。我们接触到逆缘，有的时候确实啊，是让我们去丰富见闻觉知的。还有就是，有可能也在去锻炼和试探，还有就是来完整我们对于事情判断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经历过一些不好不良的人事物，我们有可能会更加慧眼识珠，我们有可能一下子就会在下一段感情里边去明确我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通过反复的叠加的伤痛和纠结、矛盾。来对，以纠结报纠结，就这种回报和回馈，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是爱自己的，一定要是自信的。OK， 这是我看到这个关系当中啊，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关系真的是比较有激情，有些朋友甚至是我有可能先跟对方很快速的去约会交往，但是没有去明确你们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看到啊，其实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是很吸引对方的，但同时啊，这个关系如果他一开始的这个基调等等就没有办法走到一个稳定的、正常的，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秩序的一个状况，他就比较容易有一种在中间会停滞、会误解、会滑铁卢的一个感觉。决定什么是你们想要的，我觉得宇宙也在帮助你们去看清这个事实的现象，还有就是得到爱当中，你们真正可以去看到那种幸福的频率和满足，好吧？我们看一下啊，其他的关于这个关系发展层面的，我们看到的卡牌有什么，帮助大家去看一下。第一张 A Book，第二张，这是一个商事啊，一个场景，我们再看一下。The Bear， 有趣，我觉得这个牌当中有些暗恋的能量啊。有一些人，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是那种爱你在心中口难开的人，或者说你们的关系其实当下还没有完全明确啊。有可能你们是同事，在职场当中经历了一些变化，或者说你们其实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展示暴露出你们真实心声的。我认为这个人其实是比你想象的更值得去信任的一个对象，或者说他其实是一个可以去展现出他的一种浑厚，他的一种特别是阴性能量，特别是对方他如果是男生的话，你是阴性能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方他其实是一个在内在上来讲更注重自己的，比如说名誉发展更注重自己的阳性，就外在的面子等等。但是在里子的这一个部分，他非常需要对方给予他爱和支撑以及支持。所以这个关系其实也代表了一种平衡。如果这个关系迟迟都没有被吐露，或者说没有被表白，没有被曝光，或者说你们不得不去暴露自己在公众的目光底下，如果对方他是一个有可能是公众人物，有可能他是一个团体当中一个leadership 一个领头人物等等，其实你们之间是会存在一些其他人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外界的压力和困惑的。我认为在这个关系里边，首先我能看到这种彼此强烈的吸引力，再者就是对方是一个可以在感情里边靠谱的人，但是在当下这个环境和目前的这个状态当中，他有可能需要时间去让自己肯定自己这个感情。比如说他有可能会更加想去考验对方，有可能他会
动作比较慢一点，在感情里边反而是相对来说保守型的对象，这个都有可能。但我觉得这个人他会缓慢的、稳定的，尤其对方是阳性能量，我们又说了一遍，对方是男性，偏向阳性的。他是缓慢朝你走来和可以给你一个依靠的状态。我认为你们有一些阻碍，但是他在考虑如何解决。如果对方是阴性能量啊，如果对方是女生，偏向于女性能量的话，他期待自己的感情有一个可以落脚的点，但这个点一定不是那种就是说啊，只是被我所吸引啊，比如说只是在感情里边因为外形，因为各种条件被吸引的，他希望起码这个感情在连结上是落地有声，实实在在的他能够被承接拖住，或者说彼此可以去依靠和保护的。所以他在等待的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说等待的是你展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我认为有些朋友你们其实很快或很近了，就是差捅破一层窗户纸了。如果只差这么一点点的话，这件事情应该会在未来发生。OK。还有一些朋友你们的关系是有故事的啊。有可能就写了好几个章节啊，分分合合，来来回回，或者说你们是，比如说你们职场当中互相暗恋，或者说你们不得不没有，就是说因为周围人的一些，比如你们的位置、身份等等，没有办法真正的相恋。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关系里边是真实存在这个信号的。紧接着我感觉到，其实这个关系里边也是一样啊。物质世界当中的身份地位，周围人的眼光会不同程度的作用在你们的关系当中，让你们有可能就是有一种你追我赶的，互相误解的，错过了对方这个班车，然后又要再重新原地等待，就是互相等待徘徊这种状态。尤其对方如果是男性阳性能量，过于爱这个面子和自己当下的一些待解决的事物啊，他也是非常爱或非常的想要去保护，有所保留，才会导致目前这个状况。但我觉得这个关系也是可以水落石出的啊，到最后。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 True Love Reading Cards 给我们的是 Dating 啊，这是8号牌。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相互吸引的一对啊，还有一些你们就是在这个 dating 当中的约会中的对象来看他。我认为虽然说我们叙述的因为不同的这个关系状态的朋友会来看大众占卜，但是其实如果你们真是刚刚在 dating 的话，哪怕我们的关系有纠结，也有一些复杂程度，但是大家不要把问题想得复杂，因为这边有2张5号牌，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本身复杂，或者说由于我们的想法让它复杂上加复杂，反而其实我觉得互相单纯纯粹的喜欢它就是一种单纯的情感流通和连接。你们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的，特别是你们周围的指导灵好像也在眷顾这个感情。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可以试着一些朋友试着邀约，一些朋友试着去了解，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等待对方给你的邀约。我认为会有尤其对方我觉得互相都会有啊，不管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里边会有见面，异地的朋友也会有见面的一个可能性，未来第2张我们抽到的是36号 word Be open to new possibilities in all areas of your life 在你的事业当中为所有的可能性打开这个大门异地恋的朋友有吧，或者说你们是网络的恋情没有见面，然后也有过争吵之类的。我认为这个关系其实是你们的一个新可能，而且你们非常需要在这个关系里面去相信这个新可能。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开阔我们的思维当下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科技的这个信息的时代并且我们有什么有可能都会通过网络甚至有 AI 然后这个地球开始有5G 未来有6G 开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工作生活，所以感情也可以这样谈。我认为地域的问题哪怕解决不了，也无法去阻碍到你们之间的一些感情的发展。问题在于你们怎么认知它，你们会不会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真正的矛盾点。个别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是那种都很忙碌到处去飞，或者说工作上业务上会有
不同，或者说你们会有一些交叉的往来之类的，把这个机会打开给这个地球，不管他和你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和什么样不同，要去处理和整理，你们之间永远都给彼此有一扇大门。有一些朋友甚至你们都不是不同世界的人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有的是朋友就你们是网络恋情啊，或者说你们有可能就是当下处在一个不一样的状况之内啊，你们有可能完全的在比如说工作之外，或者说完全在你们的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交集。不过我认为其实啊，天涯海角，这个人哪怕在天涯海角，天涯若比邻的感觉，他就是在你的周围，而且这个关系我感觉到也会让你去打开你的一些见闻觉知，去理解这个宇宙，理解这个地球。你有可能当打开了你的视角，看得更远。我们现在一讲就是20年啊，也冥王星换座了，我们一讲就是未来的20年等等。当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面前的问题、阻碍和难题，它阻碍不了你们啊。给这些就是异地恋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异地恋虽然不容易，但是这个关系让我感觉到其实是有可能性的。一些朋友未来，如果你和对方还连接不强的话，我觉得首先在事件上来讲，未来你会有出行、旅行、旅游、出公差的机会。你有可能通过这些改变，你的磁场会变化，你跟对方的关系也会渐渐的产生一些正向的发展。有可能你会或对方也会更加的自信。我看到其实你们在这个关系当中会让自己的频率啊和你们光的这个磁场变得更强，然后其实也是在通过爱去成长，这就是你们关系当中实质的另外一部分，好吧？OK， 好，那第二个牌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卡牌也读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感情当中一路顺利。我看到这个牌里边的朋友啊，如果你们卡的话，在8月之前有可能还会有点卡，现在是4月啊，我觉得未来的几个月当中卡卡停停的、走走停停的都会有，但是我看到你们的关系会有迎来一个水落石出的机会，也迎来一个真正能够见面的、真正能够去曝光、暴露和袒露自己心声的机会。少想一点，我们多去感受我们的光和能量。我看到你们的祈愿和祈祷在被宇宙接收，会被回应，好吧？ OK， 今天就看到这里，也祝福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感恩跟大家今天连接，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红绿宝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选到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们，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从宇宙的视角来看一下我们关系的真相和真实是什么。这个真相和真实有可能是关乎于我们关系的一些真实意涵，关于我们的一些课题、我们的成长，或者说关于这个关系当中我们需要去看到和面临到的一些真相，只要出现在卡牌当中都会传递给大家。那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副组牌的朋友们。然后第3副啊，大家选到了绿色的天然石。我们首先看一下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好，我们选到第35号啊 ，Justice 啊，正义、法律、保护 Protection。第3副牌的朋友啊，蛮多的人，我看到你们是风象星座啊，你们有可能是从事于一些专业咨询、法律金融，或者说是一些关于规则条例制定的这样的工作，或者说你们当下处在这样的一种学习和变化当中。很多朋友我看到在这关系当中，你们是感受到自己充分的在被保护，你们会有一种强而有力的信心有可能这个人在跟你共建关系的时候是比较明显的以一个承诺的正缘的能量出现的。还有就是这个关系其实它的基底，它的基石其实也来源于一个业力的平衡，也就是如果你们之前是长期在感情当中付出的，或前世今生你们累积出了这样的一些信号，这个关系会帮助你们来进行一个平衡。很多人我觉得你们会在这个关系当中去介入一些类似于比如说你们会去考虑跟对方形成一个婚姻关系、契约关系，或者说你们会共同创业，你们会签订一些合同，你们会希望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相互推动和绑定，有可能你们是对方的这个
咨询师啊，你们有可能是对方的律师，你们有可能和对方一起在做一些事情，签订一些契约的时候有了连结。基本上你们的关系也处在一种契约关系的状态之内，在前世和今生，有可能你们会有一些想要去相约的地方，一起去完成一些什么。还有很多朋友啊，特别是阴性能量女生朋友来到这一组，我看到其实你们在这个关系当中会拿出你们的自信和勇气，很多时候对待这个关系你们也是势在必得的。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是这种强人或者是女强人，因此在关系里边，你们也很多会体现出自己在3D 世界当中的这种身份。比如说你们是专业的人士，你们会有很强烈的一种自我表现欲望，你们会有很强烈的一种保护欲望，你们会去真正的通过途径啊，就这个3D 世界当中一些正确的途径，比如说法律的也好，还是什么样的也好，来去进行保护啊，对待对方也好，对待这个关系和连接也罢，来进行一种保护。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是蛮容易让你们去自我开解和公开在众人的面前，或者让你具有了一个勇气，我要站在众人的这个面前，表现出我一个真实的状态和自己。或者说你们会把之前积累的一些专业，你们所积累的很多想法，通过这个人，他好像或者说这段关系很像是一个真正触发你的一个点一样，真正将你这些能量全部触发出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是受尊重的，你们也是啊，有的时候会产生和展现出你们庄严的、严肃的一面。还有就是你们是不容去被侵犯，或者说不容去被就是类似于糊弄啊，然后类似于欺骗的。这个关系自然而然的会在一个对的时间给你们去揭开它真正的这个模样，真正的一个内涵，真正的意义，或者说它的一些真实。原因不在于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主题或点开的这则影片，原因在于你们身上本身就具有这样的一个能量，你们可以让自己去看到更多，因为你们是受保护的。好，第二张牌我们看到的是伊萨女神啊，3号，这是这副牌当中的主牌，这一套神谕卡就是伊萨女神卡牌 ，OK， 伊萨女神 ，OK， 在我们的这个古巴比伦，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苏美尔的文明当中，它代表了生育战争，代表了爱情、金星啊这样的色彩，同时它也是自然丰收的女神。OK， 天之娇女啊，而且呢，真正的伊斯兰女神其实也是一个从神界，比如她是一个5D世界的存在，也是在性格上来讲非常敢爱敢恨，具有很强大的能量，以及她身上会有一定的骄纵。因此呢，其实人爱这个神的原因也是，神会带给我们真正的福报，也会去展现他自己性格当中最真实的一面给我们，让我们真正去理解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获得我们想要的，或者这个3D 世界一定的运行法则。我看到在这个卡牌当中啊，我们抛下伊斯兰女神的能量不论，我看到你的头上有很强烈的光，也很像是卡牌当中的这个 star 星星一样。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在这个人眼中是非常有光泽度的非常有光芒的人，有可能你是一个出现在他世界当中，让他感受到除了在专业、在知识、在人生阅历经验以外，你还会有一个很强烈的生命能力，你会很理解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你会保护自己去取得你应该拥有的。因此在这套卡牌当中能够看到对方会对你有一种爱，和爱当中又会起出一些敬意和仰慕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爱而起敬肃然起敬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感情的连接当中，对方和你关系的实质更多的是在帮你去拿到你的能量，找回你的勇气，还有就是你会看到你正在去显化的，你在许愿的，你在促成的一些事件正在成真。那这第3副组牌的朋友，首先其实你们是具有非常强烈的魅力的，还有就是你也具有摧毁的能力，因此对方有可能会跟你稍微的在这个关系当中隔开一点点的距离，或者说你们之间的发展是需要一种平行线的方式，你闪亮你的，我闪亮我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有可能比较适合让你们在关系以及关系以外去找到自己和发展一个平衡的 relationship 一个连接
那我能感受到，其实在第三副牌的朋友里边，你们有可能也是强强的联合，类似于一个 power couple， 就有可能你们两个人都是类似于我们刚刚所说的强人关系。所以呢，在这个关系当中，很多时候也代表了一种力量的角逐，一种激情的连接和比较，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两相比较啊，或者说互相会去产生一些嫉妒，产生一些冲撞的能量。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家的连接是什么样的。我们洗牌来看一下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连接？帮大家做一个验证啊，验证的部分。好，在当下也好，在过去式也罢 ，OK， 我们之间的连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重新洗一下。第一张 Seven of Pentacles， 金币7号。好，这边飞出来了啊 ，Temperance 啊，节制牌。我们继续抽牌，来看一下你们的连接是如何的。这边出现的是 Two of Wands in reverse， 逆位的权杖2号。我有一种感觉，第三副牌的朋友，你在对方的世界里边很像这个 superstar， 一个大明星一般的存在啊，所以对方对你多少会有一种距离感。好，这是一个感受，好吗？进而我们再抽牌来看一下啊，掉出来这张是什么？Four of Pentacles 啊，金币4号的正位。好。我们再抽一张，好，飞出来了 ，The Star，OK， 星星牌是我们刚刚感受到的啊，应该是会有星星牌出现啊 ，Star 的能量。好，可以肯定的是啊，刚刚所感受到的，你们在彼此的连接当中，可以是互相的，那也可以是你对他。或反过来也可以啊，因为这是一个 general reading， 但是我感受到很明显的就是你在对方的世界其实是有很强烈的一个存在意义、存在感。你是一个既能够去疗愈他，也能够去在现实事业当中给他支持、支援，也是一个他一直以来非常理想的有可能是感情对象或一个存在。我认为这个存在超乎于感情对象，超乎于情的范畴，他有可能喜爱你、欣赏你，或喜爱你的某一种气质，或在见你第一面的时候被你所吸引，但是久而久之，在你们的关系产生更深刻连结之后，你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会发展成为一种相互去照耀的，相互去给予对方希望，实现你们的理想的，相互去进化的，还有就是可以让两个人有可能不太接地气的两个人，越来越会去 focus 在当下的一些实相当中。有可能是事业上，有可能是个人成就上，会更加容易肯定自己，因为你们也在被对方肯定，所以你们会走得更远，你们也会让自己闪得更加的耀眼。中间有一张Two of Wands权杖2号的逆位，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首先有可能在不同的领域，或者说你们在不同的这个地理范围，或者说哪怕你们是一个城市，你们在各自做各自的，这也是我们刚刚卡牌当中所感受到的。我认为你们多多少少都是这种有能量的、有能力的人，并且你们不会只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当下，我们应该工作，应该如何生活，应该如何得财等等，你们更多的会去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和存在，你们更加肯定和确信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你们会去支持对方，也会让自己走得更远。所以这有点像一种高山流水的灵魂伴侣的关系，还有就是你们是知己的关系。有些人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其实在某一个阶段，如果无法就是这个 trigger 触动彼此去真正的走到一起，那你们就蛮容易将这件事情稍微搁浅，稍微搁置起来，反而你们两个人都有一种互相我闪亮我的，你闪亮你的，互相不去行动，不去作为的一个状态。这个并不代表你们两个人不互相喜爱，没有这个磁场，原因在于你们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都是追求完美的完美主义者，还有就是你们当下对待这个感情关系很多时候是抱有一定的这种距离感和疑问，因为你们想要的是 perfect 一个完美的感情，你们非常需要这个真实的人能够有能量和勇气，或者说能够有真实的动态行动走到你们的人生当中。
所以我看到其实在这个关系里边啊，当下的连结是你们之间是因为一些什么阴错阳差，比如说时间不对，比如说要各忙各的，比如说你们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包括比如说同事的话，周围的事业合作伙伴之类的，会冲散你们对待彼此的这种，当下的那种激情啊，当下那种活力，因为你们会被迫的要去看到更多，被迫的要去放生这个人，或者被迫的我要去给对方以空间，所以其实你们的这个缘分还没有在一个对的点被触及到。我认为你们的关系其实有可能在之前出现了一些错的，我们说对的人呢，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那你们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不对的时间和不对的地点在这个关系里边。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你们在关系里边更多的是会满足于当下自己的一种创造追求，或者说你们都是事业狂魔啊。事业狂魔的话，这边都是金币牌，我们刚刚也看到金币10号牌，你们有可能是同事关系，或者说他是你的客户一个合作关系，甚至是你们是远方的一种合作，比如说我们是跨越国度啊，我们在远程的去跟对方进行这个连接互动等等。我看到其实在你们的思想意识当中，仿佛你们要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要让自己独自去强大或独自去美丽。有可能你们比较在乎你们的身份地位以及面子，所以在这个感情里边，当下连接的这个状态上是彼此吸引的，但是又会多多少少有一种迟疑、踟蹰，或者说你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退后的感觉。还有一些朋友连接到这个能量，你们如果之前经历了一些感情，比如说分手了是前任，或者说我和他暧昧过，但我们还在同一间公司之类的，能够感受到彼此是在意的，肯定对方的，这种肯定就是这个人是我喜欢的，这个人是我爱慕的，这个人是让我在意的，但你们会把对方放在一个稍微遥远的位置，甚至把它变成一个目标，或者说变成一个未来可以去实现的这个未来时，我能够看到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会有一些未完待续，但是当下有可能你们不得不去在意你们周围的环境，你们的这个家庭、原生家庭或你们的工作环境给予你们的使命和任务。因此呢，我觉得第3副牌，这个关系停滞的能量是多一些的。如果你们在这个稳定的关系里边，我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相反来讲这种比如说细水长流的彼此去支持的一个稳定关系，它会让人更加有能量、有生机，还有就是不会耗费和耗损自己过多的能量在感情里边会把这个能量放在属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里边。好，星座上来讲，看到了水瓶、天平、双子，然后看到了射手，偏向于土的能量也会出现。那进而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关系的实质以外，我们来看一下真相是什么。好，进而我们看一下这个关系的目前连接状态以外，它的真相真实是什么？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保持的是朋友的关系或者说异地来讲的话，就会远远看着这个人，心中在意对方，或他是你之前的感情对象，他是你之前的另外一半等等，都是有可能的。我看到当下你们好像在各自精彩好像也会拿出一种我很有耐心，但是我不会放我很多的注意力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因为我有自己专注的和我正在去成就、发掘和努力深挖的部分就这样的一种状态。好，进而我们看一下这个关系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真实信号？关于这个关系 ，Two of Swords， 宝剑2号的逆位。我感觉到你们的关系其实有一种相互的体恤和支持，就是互相很会意的那种感觉，但它不代表一种情感和情绪上的心有灵犀。你们之间的相互会意都是大牌的 Star 星星牌和节制牌，代表了你们理解对方的目标，你们理解对方的信念，因此你们会让这个关系处在当下的一个状态里边。好，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张 Emperor 国王牌，我们继续再抽一下。抽一下。
好，这边有 Four of Cups， 飞出来的是教皇牌啊 ，The Hierophant and the Knight of Wands， 权杖骑士。OK， 我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关系里边啊，你们之间其实是有一种真实默契的。这个默契是你们好像要成为彼此世界或自己事业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可以走得更高更远的人物啊！不管你们是男生女生来到这一组，两个人都是好强和不讲服输的。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权杖皇后，这边权杖骑士，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首先也是一种在你们的世界当中，你们都是战神，你们都会去努力冲刺和冲击你们人生真实的一些目标啊，这是真实的。再者就是在精神和灵性的成长当中，你们也非常在意自己走到了哪样的一个位置。很多朋友有可能你们在从事一些专业领域的深挖呀，有可能你们是在做管理，你们在做学术，你们在去为自己正在去做的事件谋求机会，谋求地位。我看到你们都是很有身份的人，所以宇宙看到你们关系的实相是你们是一样，你们是一体的，你们有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比如说我是在这个事业领域，他是在那一个事业领域的，但同时我看到你们内心里边是真正的可以去给予对方实实在在的支持和肯定的。一些朋友我在这个关系里边看到是年下恋情，比如说阴性能量女生能量有可能成熟一些，而对方有可能处在一个正在拼搏状态啊，那很明显就是你是对方的这个疗愈，你是对方的星星，你会让他感受到你是他的真正的目标，然后进而我感觉到在这个关系里边其实是会有正缘关系出现的，哪怕有一些时候在你们的世界里边这个人这个事物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合理的，但是我认为合理的给予这件事情以耐心和希望，你们是比较容易去促成一个契约关系合作关系以及家庭关系比如说婚姻关系等等的。宇宙要告诉你们，就是给这段关系一些耐心。如果你们在内心当中真正的是没有放下和选择了这个人，或者说你们想要去选到这个人的能量去感受一下，我看到他在去用他的一些方法在跟你的连接过程当中去肯定你，去支持你，去让你看到属于你的光芒。但是往往回到你的宝座这件事情并不是最终的终点，而是你们要各自的回到你们最初的一个状态当中去，有可能是我们所说的神的状态，或者说是我们人生所有的能量全开然后我们在一个非常丰盛的胜利的一个阶段。你们都是追求胜利的人，内心当中是很骄傲的。还有就是宇宙看到你们再去成就彼此，这个成就不一定是通过爱的方式，但一定是有鼓励的，一定是有深刻的支持的，还有就是一定是会让你们通过某一些事件，比如说你们共同的合作，比如说你们都感兴趣和在意的领域等等有可能这些事情都是你们世界的一些种子，可以帮助你们去促成你们关系的生根发芽，或者说你们这个事业的生根发芽。整个的这个关系当中不管你们是稳定的恋情，其实稳定的恋情和未来成为对方成为你的伴侣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们就不多做赘述了。如果你们现在还在这种纠结当中、暧昧当中的话，我认为是成就彼此才是能够让你们的关系走向一种丰盛走向一个家庭状态，或者说庄严承诺状态的一个法门。紧接着，如果一些朋友他已经离你非常遥远了，他在你的事业当中在给你什么样的信号，我认为你们好像会去隔空给对方一个信号弹一样。总之你们会让自己在自己的事业当中闪耀以外，也会去看到跟这个人连接的过程当中你的一些不成熟，你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它很像是你的一个路标，它也像是你不会让自己去退下和卸下的一部分的责任，或它是你的一枚勋章。我认为在你们两个的世界里边，现在缺乏一个能量的平衡。比如你们在专注的事情和你们再去把握的这个所谓的人事物吧，有可能还出现了某一种非胜即败、非爱即恨的一些偏激。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可以去成就，也去成就对方，也去给予对方这样的理解、信任和呵护的话，你们终将将这个关系孕育到一个
起码让你们的灵魂家族和你们自己都比较骄傲的一个状态。有一些人他是你的正缘，他是你未来的另外一半，但是现在你们都不在一个成熟的状态，所以呢，比如说你们中间有可能也要去经历其他的旅程，有可能是情感的旅程，有可能你们要去经历一些选择，有可能你们不得不天各一方的去发展，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我们看到这两边的牌这边是4号金币的逆位这边是4号圣杯，也就是说你们其实在这个关系里边是多少有一些停滞、阻碍、隔阂，或者说你们要给这个关系一个空间去空下来，去让自己变得更加的闪亮和发光。我们看到这个牌当中的女神有一根权杖，我们权杖皇后也有一根权杖，也代表了其实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有一定的能量，你们有一定的权势可以去决定它。但是如果在这个关系当中必须要有一个人去坚定的选择另外一方，给予对方的话，那一定是能量比较强的这一方。我觉得这个关系里边不存在比如说因为你是闪光的人，因为比如说或者说我是慕强的人我要去跟随你，这个不存在。我看到有国王牌和教皇牌，也代表了其实这个关系里边涉及到一些传统的课题，家庭、你们的宗教、你们的信仰，或者说你们原生家庭的家人给予你们的一些希望、期冀，或者说他们在这个关系里边有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意图，自己的一些想法等等总之在关系里边我能够看到宇宙给这个关系的真实是你们可以去修成这个关系的，你们依旧可以拥有它，不管你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依然有很强烈的机会。因为我看到你们在许愿，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那它就是如果你们愿意比如说我放生对方在彼此的事业当中去闪光吧或者说我们各自去成就吧，未来顶峰相见之类的，这个也可以。其实感情未必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所有，而这一套牌里边所体现的是，你们要首先相信你们是值得胜利的，你们是值得荣耀的，因为你们是神你们是战神和女战神。再者就是你所代表的这一方是正义、保护，是一个宇宙的契约，是你们要去很神奇的实现的某一件事情。它有可能只是一份工作，它有可能是你们个人形象的一种建立，有可能是你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活出你的一个样貌、姿态等等，但你是成熟和胜利的。我看到你们多多少少是会在这个3D 事业当中有一些奔波折腾或者说你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去拿出你们十足的力量，有可能你们要去不断的做专业上的这个调整上升，或者说你们要去甚至是为了你周边的家人和事业去奉献。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关系里边去真正的相信自己的能力，体现自己的实力，这没有错。我认为你们的关系是必须要强强联合的。如果真的是比如现在有一方是低迷的，是情绪上脆弱的，是依旧没有找到方向的，有可能他在颠沛流离当中，那当下就是他要去成长的时段，你有可能没有办法去插手，你有可能没有办法去介入，但是宇宙也在这个时间给了你很多，给了你灵感，给了你信心，给了你一些sign， 一些信号，让你去往你应该去走的方向坚决的脚步不停的肯定自己。有一些朋友你们的关系其实也是一样来源于就是一股吸引力和激情，但这种吸引力它不是浅层的，只是身体上的，只是外表上的，它和你之间其实存在着非常强烈的你们是灵魂家人来的，有可能你们之前曾经经历过同样的这个古代文明，你们曾经之前就是彼此的家人和另外一半，你们有可能有同样的家长和同样的祖先等等。因此我看到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会有一种你们的根是相同的，但是你们好像是蒲公英，你们要飘散在这个远方，你们有可能要让自己的足迹遍布很远很广阔的这个领域。那我看到其实首先还是一样各自闪亮，再者就是我看到你们是彼此内心当中的火焰，永远都会明亮，永远都在绽放，永远都在点燃彼此我觉得是蛮有斗志的蛮有燃烧度的一个关系。好，继而看一下这关系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信息给到大家。这个牌里边火象风象比较多我看到个别的也有这种水象星座的朋友，摩羯座、金牛座的朋友各自成就之后彼此成就我觉得你们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关系姿态，其实是让我感觉到其实是很有 power 很美好的。但是如果光谈感情的话，我觉得在感情里边你们是有一些剧情章节不足的。比如说你们在拍的这部3D 世界的电影，它像是一个战斗片，它像是一个职场剧对，这样的。所以感情它这个元素有可能占的比例小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人他的内心当中你的存在度非常的高。我们又抽到了 star 星星牌啊 OK， 你就是对方的 star 啊，你就是对方的星星了啊。在对方的这个世界当中，他时时刻刻的会远远的看着你，感受你给他的光。还有就是一种信念啊，有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信仰了，就是有这个人存在，那我就应该让自己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等等。你们的关系有可能涉及到宗教、原生家庭，或者说涉及到一些灵魂蜕变的部分。我认为一些朋友，你们的祖先和指导灵有可能是一体的，或者说是同样灵魂家族的，因此在这个关系里边，有可能也会让你们重新的去铸就、发现和深挖你们的个人信仰啊。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必须有一定是有个人信仰的。这个牌里边的能量所体现出来的是这样。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a lady and a child 一起飞出来的，也就是我感觉到就是女强男弱的能量啊，不管在年龄上，在能量级上是什么样的，对方其实和你之间首先存在的是一种相互吸引，再者就是内心小孩的一些问题是需要修复。所以说在你们真正能够去沟通，在对方来奔赴这个关系之前，我认为是会有行动的啊。这关系里边有可能必须要给对方这样的一个时间去让他放空，让他修复，让他提亮和扎根。我认为其实你们是有一种，这张的墨呢，也就是说你们是有一种阴性层面的一种连接。我们刚刚所说，它未必是一种心有灵犀，但一定是一种机缘巧合。这个机缘它有的时候是正在流动的，所以在你们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不会马上感觉到它，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你的这种真心实意是一定会被展露出来的，是不能被掩藏的。所以在这个卡牌当中也是比较明显的会看到这样的一层。如果你和对方存在的是一个暗恋关系，我认为在这个关系当中，时间不同的彼此暗恋是有的。比如说一阵子你很喜欢他，过了一阵子有可能你会有点忘记对方，有可能他很喜欢你，或突然想起来跟你的连接了，是那种时段不同的彼此暗恋。所以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一种频率不同的一个状态，让你们有可能在某一个不对的时间错过了彼此，但是也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在这个情感连接当中所体现的，很多时候是你和对方能不能够真正的稳定的、冷静的去扎根，去完成自己的蜕变，去真正的在生活当中走完该走的某一些旅程和旅途。还有就是给对方以机会，让他去成长，让他去冲撞，让他去有的时候这些冲撞和成长是要经历负面的一些挑战的，事业上的、情感上的跟人的关系连接上的全部都算。他要去经历，他要去学习，这样他才能够去让自己打开他的能力，他的 power。一部分朋友我觉得你们是老灵魂来到这一组，还有就是你和对方之间的连接是一种相互去扶持的，能够去肯定彼此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如果说谈恋爱的话，它的甜度也只有30%左右没有那么甜，但是我觉得在内心里边很多时候它会成为你们的一个底，就是会成为一个托底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我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我看到他，或他就是我的 idol有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会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优秀、非常直接，以及完全可以跟这段关系和这个人相匹配的一个状态。这是宇宙给我们的这个关系当中最真实的一部分，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能力以及我们的成长和我们这个关系真实的可能性你们和这段关系是受到保护的，但是如果受到保护的话，有一部分它也是我们的指导灵和我们的神灵的意思。所以说有可能在一些时间段之内，你们必须要去分离和错开，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安排，好吧？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第一张我们抽到的是33号 Unicorn，OK，独角兽。
这个牌的朋友，你没有指导灵，就是这个指导灵离你非常近，而且生生世世在你周围的，它正在带给你的是一层什么？首先，这是一个很纯洁的指导灵啊，跟你的灵魂一样。比如说你之前是战神或女战神的话，它有可能是你的最好的伙伴和坐骑啊，这样的。所以指导灵在告诉你的是 success, hope and freedom, healing. The magic are all available to you if you just believe. 就是说你的成功、希望、自由、疗愈、神奇魔法就都将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果你去相信的话。所以你们其实是可以创造奇迹的人，这个奇迹就是你本身本身你就是一个奇迹。所以说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在感情里边，你们也要相信，无论你们现在在我在孤独踽踽独行嘛，或者说我有我自己要去实现的，我要去体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有我的灵魂使命，我正在去创造我自己等等。你们不是完全孤单的，并且你们在感情当中，我认为你们最后是会有非常美满丰盛的家庭，非常有承诺关系，非常强而有力的真诚的结合。你们是值得被这样去保护和托付的所以说很多朋友当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在感情之路上有可能之前遇见的这些人有的时候是对的时间，有的时候是错的人总之会经历过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些经历都在告诉你们，你们可以让自己不去排斥自己的，就无论是我是单身还是我是要和一个人连接的，都可以自由洒脱的用自己的方式活下去。我觉得这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再者就是你正在去显化和许愿的，它就将成真，都将在发生在你的身上。当你这一念底下让自己自由，当你真正的去相信自己，相信你的指导灵和相信你的高我给予你的信号，我觉得你们其实走的路是一条荣耀之路，好吧？然后宇宙在为你们鼓掌。第二张看一下我们抽到的是这个 worthiness OK， 值得的这也是张35号。这个牌代表了你们这个屡生屡世的一些积累也算是一种福报，也算是在知识上在力量级上的一种积累，所以你是值得的。首先值得什么？你值得爱自己和肯定自己，你这一世的模样。再者就是在这一趟人生之旅上，在感情这件事上，你也是值得的。你值得让自己在胜利之后去享受你的尊贵，你的这个荣耀，然后你惬意和美满的人生，还有就是你的灵性和灵魂在召唤你去肯定自己和爱自己。我认为其实你们是有光亮的人就不管比如说外在条件上来讲，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是这种独立的热情的或性感的，或者说很强势的类型，但我觉得全部都是一种你们自由意识觉醒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气势气质，它是一种 web， 它是一个振动频率。所以你们要相信你们的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人生之路上有可能发生过改变，或者说经历这个感情你也改变了，你的改变也全部都是值得的。还有就是哪怕你们不爱红妆爱武装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你们也一样在这个情感关系和这个人生当中值得以及会拥有所谓的承诺和美好。所以我们看到 Two of Cups 这个人，他最后我觉得有可能是他大部分如果是未来比如这个人和你错过了，那我认为其实会有这种和你相当匹配的对象来到你的世界当中，这是我看到你的灵魂契约当中写的。所以说无论我们经历过什么，就绕过什么样的一个路，你们最终回到这个原点，我认为是相同的，就是你们彼此去约定的这个地方。因此呢，去肯定和相信和热爱自己吧。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我非常喜爱，而且非常值得被很多人借鉴。因为我看到其实你们内心中有很坚毅的坚强的种子，你们不会去害怕失败，或者说害怕艰难，你们一定会让自己去走到你们理想的状态，去实现你们的某一种目标和你们对待这个生命的这个定义一定会被肯定。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对方他是当下能量偏弱的，或者说你们这个连结还处在一个未解的就是说还在波动转折和变化的时期，相信自己一次宇宙会在未来给你一个理想的答案。什么时候呢？有些朋友要花一些年数我看到
因为两个人都要成就，我看到这个并不是一个人成就就可以的事情，所以你们的这个关系是最花年数的，或者说你们是彼此在对方的事业当中蛮多年。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等待这种蜕变和改变的话，这一个年度当中真的会有，我认为在2月到当下，2月到5月有，从5月啊第二个阶段到今年的年尾又有，所以说其实你们的这种变化，比如说我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它是在不断的扩张，而且在特定的时间会发生这样的一种转变，所以你们还是一样相信自己，如果想要更快的促成这种转变的话，我认为你们要大胆的去独立行动，完成你们想完成的，还有就是可以不乏一试啊，对待感情和事业，还有就是你们想要去实现的梦想，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时候你将会发现，你拥有很多能力去显化和化解，或者说去转变你生活当中面临的一些固定问题。我觉得你们是值得拥有丰盛、胜利和非常稳定、非常虔诚的一段感情的。你们的感情其实跟宗教家庭有关，好吧？OK，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很感恩跟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今天的连结，祝福大家在生活当中开心、平安、幸福，也在感情连接当中可以去找到自己真实的能量和我们人生的、我们灵魂的希望。祝福大家，也非常感恩跟大家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